大家好呀，欢迎来到晚宙天线故事会。所谓天线故事，是指本视频内的脑洞非常放飞，现有线索又十分有限，因此结论飞到外太空了也概不负责。不过风浪越大，鱼越贵嘛，有时候咱们就好这口刺激，对不对？安全提示，请大家放心，哪怕错了，打的也不过是好吃猫的脸，各位神将很安全。在这个故事里，我们在寻找的是这样一个理论，它需要一口气解决这几个核心问题。晚宙作为初代虚兽如何存活到现在的？罗斯凯利法为何在天上？它为何保留着昔日荣光的面貌？而它上面为什么有这么多钟表意象？为什么 PV 旁白和故事讲述者都提及绵延无际的数据涓流，并且指出这是新爱丽都繁荣的源头？甚至最好它也能解决晚宙跟始祖1v1以后失踪在矿坑深处，为什么还活着？看起来每一个问题都很烧脑，不过别急，我们一个一个看，有时候答案就在问题里。第一个问题，关于初代虚兽如何能存活到现在？100多年过去了，正常人类的寿命肯定做不到不止活着，甚至看不出有什么衰老的迹象。绝区灵的世界里目前并没有长生种这种奇幻设定，那么我们就必须尽量科学的来解释这事儿。起初，由于我2.7的时候猜测过拉米尔的技能搞不好可以造成时停，那顺着这条线可能得出这2个虚兽动用特殊能力给自己冻龄了。不过当时经过小伙伴们缜密的更符合物理学的分析，这个无厘头的猜测其实已经没什么存在的合理基础了。而且这个猜测也无法解释，如果这俩时不时得把自己冻住当大冰棍儿，要如何管理罗斯凯利法呢？如何保证这个天之算术正常运行呢？他俩总不能同时都当诚心吧？这也跟晚宙目前的设定非常不搭。那有没有可能，对于这2人来说，时间不是停止了，而只是变慢了呢？有的，生将们，有的。方法有2种。一，跟速度有关，速度越接近光速，时间越慢，也是因此才会出现众多科幻电影中一旦踏上星际旅行之路就再也回不去故乡的设定。因为时间对于高速星际旅行的人来说，比对于留在地球上的人慢得多得多。但是这样一来，晚宙和雷米埃尔2个人需要在100年间都保持超高速的运动，运动量太惊人了，第1秒钟记不起就得炸。何况这一来，罗斯凯利法是不是也得跟着动才合理？那他怎么可能让人感觉一直待在天上？岂不是理应观测不到，或者只能看到一道高能红光一闪而过？而从罗斯凯利法下来出差，就变成了几乎不可能的任务。2，跟引力有关。我们知道宇宙中时空在引力场周围会产生扭曲，最极端的例子就是黑洞。在黑洞这个强大的引力场附近，越接近黑洞的中心，时间就越慢。好消息是，在你越过事件世界之前，你都还是安全的。坏消息，一旦越过世界，除非你能达到超光速，否则根本逃不脱。这个理论的优点在于，它不要求特殊的速度，只要求特殊的位置。把整个罗斯凯利法想象成一个大型宇宙飞船的话，它如果长期保持在一个密度超高的引力场边缘，完全有可能看上去就像浮在原地没动过。同时，时间流速是相对改变了，但罗斯凯利法上的人还是以他们正常的节奏在生活。只不过他们如果望向新爱丽都，会发现这儿快到让人看不清楚。同时，这个理论还能顺手把第3个问题也解决了。罗斯凯利法为什么能保持昔日荣光？是因为它的时间还在昔日。从灰瓷被提纯进化成了灰金这一点来看，罗斯凯利法上的时间没有静止，技术还在发展，
只不过天上和地下的时间长度不一样。新爱离都历经100年的日子里，天质算书上可能才过去了不到10年。我们顺势把这个美丽的理论带入下一个问题，看看是不是能行得通呢？罗斯凯利法为什么在天上？你看，这正好是一个特殊的位置。天上这个特殊的定位还出现在过什么地方呢？朋友们，你们一定也还记得，晚纣封虚寿的时候，丰功伟绩就包括成功消解天上的朝主空洞。会不会这么巧，消解的空洞也在天上，罗斯凯利法也在天上？那要是在同一个位置，也就不奇怪了吧？而空洞如果消解了，会变成什么呢？黑洞是不会安静消失的，它在逸散了足够多的粒子对以后，会转变成极其不稳定的高能体，最后还要经历一次剧烈的能量释放。空洞想必也是一样，不是打一架就风平浪静了。空洞内部时空混乱，本来就暗示其内部存在某种极端时空扭曲，这与强引力场造成的时空弯曲在现象层面上是一致的。有可能它的残留物质，不管是某种核还是别的什么东西，甚至有可能由于大战之后内部结构不稳定，导致其向内坍缩了，形成了极高密度的引力场区域，变成一个类似黑洞的东西。那它就可能会吞噬周围的一切，那么晚纣就完全有理由建立一个观测空洞残留的同时压制控制空洞残留的基地，而这个基地内部将因为其特殊的位置受反常引力场的影响变得时间缓慢。这就是罗斯凯利法，这是一个能把罗斯凯利法的位置和晚纣的历史连接起来的理论，它变得更美了。甚至有一个额外的证据跟这套理论是完美匹配的，就在 Z-Talk 第3季特殊爆料片里面，制作人讲到过，在罗斯凯利法我们会遇到一个新的特殊环境现象，名叫泄露起点，表现为会突然短暂的出现类似空洞内的环境，里面也会有蚁骸等等。你看，泄露就说明平时是被控制住的，而起点正是引力的中心。空洞内的环境又跟消解的空洞紧密相关。同时，这个理论也能解释时间为什么对罗斯凯利法来说很重要，因为衡量岛上的时间就等同于在衡量所监控的引力场的状态。这个岛上最高的钟塔和发布指令的大厅里都是钟表，因为这是整个基地最重要的任务指标。一旦发现时间异常，就意味着空洞残留出现了异常，需要采取行动。现在只剩下数据湍流还没着落了。如果我要说它也能很完美地拼到这个空洞变黑洞的逻辑里去呢？首先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信息是我们认知这个世界的基础，信息是基础粒子排列方式的记录，而正是不同的排列方式造就了物质和物种的区别。量子力学认为信息是不会消失的，只是可能变得很难读取。黑洞的存在却可能造成信息悖论，因为所有东西进去以后都无差别地被还原成了基本粒子。通过把大家都打碎且摇匀了，黑洞就能破坏信息。但现今所有的物理学理论都建立在信息不会消失的原则上。如果黑洞能让信息消失，物理学就真不存在了。于是科学家们发明了全息原理，给这些不能消失的信息找到了一个去处，那就是当物质穿越世界的时候，它的信息就被记录了下来，而且留在了黑洞的表面上。这样哪怕进入黑洞以后再也出不来了，它的信息也没有丢失。同一个理论还说，就像石子被投入水面，我们看不到水下发生了什么，但能看到涟漪。也就是说，信息被投入黑洞的变化能被观测到，并且每多吸收一条信息，黑洞的表面积就会被撑大一点点。那现实中要撑大一个黑洞，
不是人类能体验到的过程了。但有没有可能，在绝区零的世界里，空洞残留共享了很多跟黑洞类似的特征，却比它表现得更极端呢？想象一下，要维持罗斯凯利法这个基地在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需要微妙的平衡，也许就是需要投喂信息给黑洞残留才能使它稳定。但同时，经过数十年的时间，地面上上百年投喂进去的信息把空洞残留撑大了，相对安全的位置产生了变化，于是空洞残留就像一个胃口一直在增大，随时会撑破的气球，需要投喂的信息越来越多，它却胀得越来越快，马上就要炸了。把故事讲述者的话放在这里就变得很好理解，繁荣只是瞬息湮灭的幻象，涌动的涓流之源既非人治也非天恩，而是苦难的深渊。意思就是你们所享受的稳定与辉煌，其实只是建立在一个吞噬信息、压缩时空的异常核心之上的暂态平衡。那不断涌动的数据流并不是人类创造的智慧成果，也不来自神明的恩赐，而是来自那个被压制的起点深渊本身。而你看 PV 里，现实中的一只蝴蝶飞到故事讲述者手上，就变成了一只金属蝴蝶，随后化作了金属尖刺的一部分，几乎是很形象的一个信息写入的过程。照着这个逻辑，我们甚至可以猜测，天空岛正要面对的危机就是，一旦空洞残留突破阈值，无法再用常规手段稳定，被波及的就不只是罗斯凯利法，而有可能是整个新艾利都。而雷米埃尔和晚宙的分歧可能并不是目的的分歧，我相信他们都是想拯救新艾利都的，区别只是如何拯救。这就又涉及到之前在矿坑深处被人怀疑背叛的晚宙，还是会选择独自走进深渊，跟始祖1v1。从他当时的选择看，他大概率会走一条牺牲自己的路线来实现拯救。而雷米埃尔也许对牺牲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极有可能不想再看到任何一个战友丢下自己去牺牲了。至于为什么晚宙1v1始祖却没有死，还是有2个解法。一，晚宙自己有一条单独的封闭时间线，他可能找到了这个引力异常区域里的特殊位置，从而能够进行单向的时间穿越，如此他就可以按照下面这个顺序行动：消解巢主空洞，创建罗斯凯利法，发明邦布，当马瑟尔集团 CEO， 维持罗斯凯利法，给法厄同治病，罗斯凯利法危机爆发，解决空洞危机的时候被传送到10年前的魏飞地，引导开采灰瓷，跟始祖1v1，被始祖吞噬。这个解法容易触发其他因果悖论，但是能够很好的解释第一块灰瓷和晚宙在魏飞地矿区超凡脱俗的空洞导航能力和满脸的悲伤。2，既然晚宙已经消解过一次空洞，他的实力强大毋庸置疑，并且也非常有可能在第一次消解巢主空洞的时候就已经见到了始祖，得知了一些空洞的底层逻辑，见过纯净的以太凝结形成的灰瓷，于是他在此基础上找到了最有可能的灰瓷产地魏飞地，拿着那个已经消解的空洞里带出来的灰瓷样本进行了灰瓷的开发。他找路能力突出，可能是因为理解了空洞逻辑之后，迷宫就不是迷宫了，路径在他的眼里已经变得清晰。而他跟始祖1v1没死，也可能就是因为他太强，始祖没能完全消化他。他回到罗斯凯利法养好伤，就一直在那儿继续守护这个危险的基地，并且从叶石渊被始祖当成容器一次以后的情况来看，哪怕只是被始祖附身一会儿，也能共享到很多关于空洞和始祖的信息。因此晚宙非常有可能在矿坑决斗那一次以后，带着更多的内部机密回到了天空岛，
从而主动地维持着失踪。我个人更倾向于不涉及时间线变动的解法。当然，以我们手头的信息，说这些都是为时尚早。其实如果放飞到底的话，这里还有一种更离谱也更震撼的可能性。我们发散一下刚才提到过的全息理论，对于被存储在黑洞世界上的信息人来说，他们是意识不到自己其实只是二维化信息的，在人们的认知里，自己依旧在三维的世界里生活着。那么是否这个故事可以是这样，整个罗斯凯利法和新爱丽都根本就是记录在世界上的信息，这个事件世界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包括那个因为朝主空洞被消解而产生裸露风险的起点。为什么起点裸露有风险呢？根据物理学中的宇宙监督假说，起点的裸露会导致物理定律失效，因果律崩溃，因此宇宙绝不允许起点光溜溜地暴露在外面，起点必须被黑洞事件世界死死裹住。在这个极其疯狂的框架下，天上的罗斯凯利法和地下的新爱丽都区别仅仅在于这个包裹起点的壳体信息分布并不均匀。罗斯凯利法是某个关键的编码节点，这个区域编码复杂程度极高，边界曲率也就极高。而按照三维是二维信息的展开态这个逻辑，时间相对缓慢的原因在这里就有了一个绝妙的解释。由于宇宙算力是有限的，这么高密度的信息区域，它在三维展开时的刷新率必然更低。这就像是你在玩一个特效拉满的游戏，同频元素太多，游戏就掉帧变成了慢动作。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全息理论并不能等同于模拟现实。而新爱丽都的繁荣生活正是建立在关键节点天空岛得到控制以后，其他那些相对平缓不怎么吃算力的曲率位置上。在这个框架下，时间的意义就更深了一层，它不只是在衡量引力场的状态，更直接反映了整个系统的编码率。那么在这个假说下，晚宙和罗斯凯利法的职责是什么呢？是保证信息正常写入的同时，死死监控新爱丽都区域曲率的稳定性。那危机又在哪里？危机在于宇宙硬盘的存储是有上限的，也就是物理学上的贝肯斯坦上限。现实中这个上限大到人类无法感知，但不排除游戏设定中把它推到了某个极端化的情况。经过这么久，写入的数据越来越多，甚至讽刺的是，地面上越是繁荣，需要记入世界的信息就越多。而一旦达到了那个写入速度的上限，或是存储界面的物理上限，就必然引发连锁的毁灭性的系统崩溃。这是最符合故事讲述者那句台词的假说，但这也是最像《黑客帝国》最让人脊背发凉的假说。这个假说因为直接涉及了绝区零最基础的物理设定架构，非常冒险，同时要理解它也相当的烧脑。你认为绝区零的编剧最后会选择哪条路呢？是相对温和的物理时间差，还是残酷的全息宇宙论？或是你有什么更精彩的脑洞和推理，快点分享给我吧。晚宙天线故事会目前就发射到这儿，各位该下飞船咯。希望各位有享受到沿途的风景。我是陈慧萍的好吃猫，我们下次航程再见。